你说我听着呢。小魏怎么了？啊，问你呢。啊，你说那小魏怎么了？小魏呀，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得手把手的教。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，你说都怎么了？你说写个这个讲话稿都不会，这不今天吗？给我们处长写个讲话稿，被打回来了，骂了几句，哭得梨花带雨的。我就只能是给他调啊，一点点的抠，我这一点点给他讲，就是所以才忙到现在吧。小魏是女的呀？哦，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好为人师了。是说呢，以前在我们单位，我挨个都叫老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也当老师了，挺好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吃吧。我洗澡去了。我这有。太累了。哎呀！各位债权人，在您的面前有红、绿、黄3种颜色选票，同意重整方案的，请您投绿色选票；反对的，请投红色选票；弃权的，请投黄色选票。这次一定可以通过。各位，经过严谨的遴选和谈判，由管理人、债权人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评审组最终决定，Qiu集团在公开竞标中中标，他们将成为万和集团最大的股东。所有的债权人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得到受偿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Qiu集团李总上台。刘总，就像我们这些小债权人认栽了，拿钱走人就算了，可你这大债权人也这么认了啊，32.3%，你能拿回来多少啊？啊？我一共投了10笔，只拿回来3亿多，1个万和就把我给拖垮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投标啊？万和现在才18个亿，多好的投资机会啊！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法官、万和集团的各位同事、债权人朋友及管理人团队、审计机构团队、各位同仁，很荣幸今天能由我来代表Qiu集团发言，并分享此时。这要是回所里吗？故事结束了，回去。和鼎鑫交涉一下，让他们把剩余的代理费结清了，还差多少？30%，300多万。咱们这一个案子挣了1000多，量程所挣了5000多。那他们是倾全所之力，咱们这个案子基本都是靠徐老师您自己呢。我不是方力宏，
一个案子殚精竭虑的，犯不着。徐老师，还得是您。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刑事自诉上，一定要把姓陈的打到监狱里头去。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谁啊？印华所的那个夏叔。夏叔，他可崇拜您了呢。这种人多了去了。夏律师，喂，徐老师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您打电话，也不知道您会不会接我电话呢？夏律师，虽然我们的合作结束了，但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。真的吗，徐老师？我也经常怀念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呢。徐老师，我能见您一面吗？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您应该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我还是想见到您，当面跟您说。这样吧，正好我要回所里呢，你到我所里见吧。谢谢您，徐老师。那我们一会儿见啊，再见。一会儿见。这个傻白甜要找我干嘛呢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挺喜欢他的，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累，也不用设防。我也喜欢一马平川、一览无余的，看看他想干嘛吧。进。徐老师，夏律师，您在写字儿呢。您字儿写的可真好。你也喜欢书法呀？啊。徐老师，您能送我一幅您写的字儿吗？你要喜欢，这幅写完我送给你。好。你来找我，你另外2个伙伴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，我是私下来的。那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我之前跟您提过，我有一大学同学在外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上班，但当时您好像没当回事儿。不过我还是委托我那个同学帮我调查了万老板的女儿资产情况。徐老师，您看好多哲学书啊。那现在调查怎么样了？他说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，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，正往国内运呢。这万和突然要破产了，就让停下了，这会儿在公海上飘着呢。您这书房可真好啊！贵金属？什么贵金属？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不是黄金。哎，但我同学说，那个可比黄金要值钱多了，是军工高尖金产品用的，一船3个亿。3个亿？还是美金。我同学说，这万和破产重整，尘埃落定，这船也该靠岸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开回中国呢，还是返航呢。徐老师啊，这个信息对您来说有没有用啊？徐老师，小夏，你坐。小夏，你刚才说这信息都真实吗？当然是真实的啦，徐老师，我不会骗您的。喝口水。谢谢，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。我约了个客户在楼下见，我去就回来，你等我。徐老师，那我也先走了，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您说。小夏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坐。小夏，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我觉得你很优秀，也很有潜力。之前罗英子呢替你们做主回绝了我的邀请，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团队，和我一起工作。真的吗，徐老师？之前罗姐拒绝了您提议，我还特别难过呢。那当然是真的。这样好不好？一会儿等我回来，我把那幅字写完送给你，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我们合作的可能性。好，那你等我。嗯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职工代表、债权人代表万和集团万总，政府代表徐主任上台，管理员团队代表方律师、郝律师上台。小常，哎，徐老师，夏叔在我办公室上面，你上去陪他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别让他离开我办公室，别让他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你别忘了，记住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别让他离开，别让他跟外界联系。夏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啊。这徐老师见客户还要多久啊？要是时间久的话，我去给所里打个电话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着急吗？不着急啊。不着急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再说，咱们都多久没见了？徐老师去处理一个合同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可是攒了一堆八卦跟你说呢。正好，我点个奶茶，今天第2杯半价。你喝什么？芋泥波波奶茶。你不怕胖啊？3分糖。好嘞。我宣布，签字仪式正式开始。死到临头了，不接电话。哟，看来夏叔这话是地道了，接不接？不接。签约仪式应该还没结束吧？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。又来了，这么执着。他这人你还不了解，目中无人，而且还目的性极强。你好，签约会结束了吗？会议结束了，您去2楼了。感谢呢，非常感谢，主要得感谢方律师的。没有，我们应该做，应该做。来，我们庆祝一下啊！恭喜！谢谢徐主任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回电话？我那个刚才在台上签约没带电话。来，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位是我们的幕后英雄许卓律师。因为许卓律师呢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他说服了鼎鑫集团改投了赞成票，所以咱们的方案才能成功的通过。再次的感谢许卓律师，非常感谢，恭喜！哎，喝一杯啊！许卓律师。感谢啊，恭喜！
你看中间那张照片，那是徐老师的第1任夫人，真是郎才女貌。左边是他的第2任，右边是他第3任。这3任可是一位比一位漂亮，一位比一位有能力，还一位比一位年轻呢。不过也侧面说明了，徐老师确实能力出众，不然3位太太怎么都会为他折服呢？可不嘛，我们徐老师可说过，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的。徐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然我先走了吧。这么快？哎，徐老师，在聊什么呢？我跟夏律师瞎聊呢。行，你先去忙吧。我先走了。夏律师，坐。徐老师，我刚刚跟张律师在聊您和您太太们的爱情故事呢。夏律师，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，一船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，会不会是误传，或者是假的呀？你同学不会骗你吧？我同学怎么会骗我呢？徐老师，我同学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，叫美国加勒德公司，您应该听说过吧？他们专门干这个的。当时美国金融危机，他们帮了好几家大空头，赚了好多钱呢。再说了，我们是跟他们公司签了合同的。谁跟谁签了合同啊？我们所和他们公司啊。外国人做事就是严谨，那个背调报告发过来好几10页呢，我翻译了好几天才翻译完。你们什么时候拿到报告？我想想啊，就那天，罗姐跟您签完了解除合作协议，回去以后晚上就收到了。是在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还是之后？是在之后。你看，这邮件上都有时间呢，确实是在解除合作协议之后。徐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夏叔，你也是名律师，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。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，对我们、对我、对你们所都很不利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赶快来告诉您了。不过，徐老师，我们跟您已经解除了协议，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倒是对您确实是不利。您是鼎新的代理人，对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也是刚刚才听你说的。我之前提醒过您啊，您没当回事儿。夏叔，你可别乱说呀！我没乱说，我录音了的。徐老师，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，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，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？调查他女儿，没必要吧？咱们如果查一下呢，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，就是得花点小钱。多少钱？也没有多少吧，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。先不需要。怎么还录音了呢？我脑子笨，老是记不住事儿，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录音。徐老师，这件事儿呢，我已经告诉您了，怎么办？您好好想想吧。我确实该走了，我男朋友还在下边等我呢。徐老师，再见啊！徐老师，夏叔走了。你跟我说过他是个傻白甜。对呀，您看他那个样，不就是很傻白甜吗？你才是个傻白甜！轩儿，我出去。哎，那张小姐把她3位前妻有多么优秀，详详细细的给我介绍了一遍。哎，
你说他把那3位前妻的照片放桌子上干嘛呀？为了提醒自己离过3次吗？不是，为了提醒自己分过3次家产。等我40了，我也要把我前男友的照片全都贴在一面墙上。哟，我也得提醒我自己，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招人喜欢呢。来，夏叔，就刚刚最后这段话，来，我再给你录一遍，发给郝总听听。那是他的荣幸。哎，罗姐，咱们的报告怎么办？那可是颗原子弹了。你也知道它的分量对吧？当然了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？这样发出去，不光能炸平卓越所，还会有良辰所。罗姐，你不会对良辰所还有留恋吧？你呢？他们当时确实对我挺好，但也是因为我爸出事了以后，做的那么久。同志们，法院来开庭通知了，陈硕的案子要开庭了。行，那我给陈硕和薛律打个电话吧，叫他们过来一趟。行，我饭都买好了。公馆账户的事儿，不用顾虑太多吧？就凭你们几个的能力，很容易就打掉了。打掉是能打掉，就是会给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人之常情的事儿，他要是连这个都理解不了，怎么过？道德洁癖。就是。但我就是比较担心这许卓，他这人现在太下作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把这准备做充分了。如果我是许卓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在法庭上承认明山就是想赖账。没错，他们会说根据约定，律师费应该由甲方来支付，所以这笔钱也应该先打到甲方的账户，再由甲方去支配。他们会拿这个点来做文章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胜的话，就必须证明甲方从一开始就想坑律师。但咱们现在缺这方面的证据。他这会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？喂，许律师。英子，你方便吗？我想找你聊聊。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？我就在你办公室楼下，我想跟你聊一下陈硕的事儿。不想。怎么办？去吧，看看那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好，我下来。去穿个大衣。阴魂不散，烦不烦你？谢谢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。您有什么事儿尽快说吧，我还要忙呢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和你之间有些误会，我想当面和你澄清。没什么可澄清的。您来不是跟我谈案子的事儿吗？明山执意要起诉陈硕，我是明山的代理人，没办法违背当事人的意愿。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。明天就要上法庭了，您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？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明山那边，我可以做他们工作，让他们明天一大早撤诉。但是，在别的事情上，我希望你别为难我，可以吗？您说的是万和的事儿吧？真没想到哈，您能为别的案子背着现在的当事人，私下去找对方代理人勾兑。您这样做事儿，明山那边知道吗？英子，你了解那些事情
一旦曝光了，很多人会受牵连。这样吧，你提条件，不管是撤诉，还是要代理费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随便提。我知道，你是个善良的人。对，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而且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交易的。徐律师，我替你感觉到可悲，你是一点底线都没有。今天呢，我就当你没来过。英子。喂，韩律师。这边请。韩律师，许卓律师到了。韩律师，你先去忙。哎。韩律师，韩律师，哎呀，许律师，还有你到我这儿的时候啊！啊，来，请坐。韩律师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们敏山集团起诉陈硕的事情，只是针对他个人行为，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这点你放心。哎呀，放心，哎，你们就是想冒犯我，你们冒犯得着吗？是不是啊？韩律师。目前这种状况，并不是我当事人孙总愿意看到的，他也没有打算扣着你的律师费不给，这完全是陈硕从中作梗，让韩律师受到了连累。在这里呢，我替孙总表个态，原本代理费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，我方会尽快汇到你账上。哎呦！这太好了！哎呀，太感谢了！但是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吧？啊，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？你们有什么条件？啊？韩律师不愧是老江湖啊！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出庭的申请，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。不，这让我出庭，这不，代理协议可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签的。合同中只规定了你们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，没有代为分配的权利。明天在法庭上，你只需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就可以。韩律师，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，不然也不会把钱退回来，对吧？好了，那就不打扰了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
我送送您。来，不用了。看我干嘛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呀？平时你像个喜鹊，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。我可能是开会开累了吧。你是担心陈硕吧？陈硕的案子咱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虽然有风险，但是咱们有专家背书，而且又证据确凿，许卓大概率是告不赢的。我就是怕这个徐卓啊，狗急了跳墙，出阴招。你可要知道，他是奔着要毁了陈硕来的。以前你总让我乐观一点，怎么到你这儿还悲观上了？放心吧，相信我，没问题的啊，小同志。希望如此。哎，这陈秀怎么回事？最近都没见他接你来啊？他最近单位忙。那也不能这样，等我下次见到他，好好说道说道他。你说人家干嘛？这样挺好的，我们俩各忙各的，我心里的负罪感也能小一些。我真是挺佩服你俩的，这哪是夫妻呀，就是个搭伙的。我们俩真挺好的，你就别操心了啊！你赶紧想想明天的案子，万一明天要是赶上一个严厉的法官，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谁呀？你帮我看看。老韩，这点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接吗？接，等会儿拿下去。哎，韩主任，这都几点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，这个明天陈硕这案子就要开庭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是啊，这两个人同时代理一个案件，一个人呢，单独上法庭，可能还面临着刑事，而另外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韩主任，这会儿您一定很得意吧？这得意啊，那就是你说的这样。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，我在办公室。韩主任可以啊，都这点了还加班呢，这么任劳任怨啊？操心啊！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您操心找陈硕去啊，让他念你一个好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找你，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？对吧？我找你，我不找你找谁？我找你有事儿，你爱来不来？还是叫我现在过去？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他，咱们还不了解。哼，但是他为什么非得让我过去呢？表示对陈硕的关心呗。哎呦，算了，不想管，脑袋疼。不用管。自诉人：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，诉被告人陈硕，侵占罪一案，现在开庭。首先，请法庭允许我向被告人表达尊重，因为他是一名律师，是我同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刑事自诉，并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？作为一名律师，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所学去维护法律的正义，而不是像本案的被告人陈硕，明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，却为了巨额利益，悍然地实施犯罪。这是对法律正义的践踏，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亵渎。陈硕律师不仅自行承担了合同约定的巨大风险，还使名山取得胜诉生效判决作为有效债权凭证，并使部分债权得到实现。被告人陈硕主观恶性极大，态度极其嚣张，明知无权处分属于名山集团的财产，更无权在共管账户中提取款项，反而在名山屡次提出友好协商的情况下，悍然将其转移动用，占为己有。自诉人名山集团违反协议约定，
私自与明海集团签订和解协议。明山集团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，且其向良城律师事务所及陈硕律师支付全额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。如果这种行为都无法被侵占罪所规制，那么该项罪名的设立目的何在？刑法惩罚罪犯、保护人民的制定目的何在？明山集团的上述行为不仅背信弃义、过河拆桥，毫无契约精神，其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的情况下，执意提起刑事自诉，妄图利用公器获取私利，利用刑事诉讼打击在其重大困难时给予巨大帮助的合作伙伴，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善良情感与共同价值观，其主张显然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。审判长，双方争议的无非就是律师代理费，我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，代理费是否有争议，绝不能成为阻却陈硕占有涉案款项的非法性的理由。审判长，若非明山违约在先，造成被告人极大的不安，在紧迫情势下私利救济，保护自身合法利益，被告人陈硕如何会留置涉案款项呢？不管对方如何狡辩，陈硕私自从共管账号中转移处分涉案款项，已经是违法行为。我也和代理协议中另一个代理人韩志东律师取得联系，请韩律师出庭作证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是良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之通，也是涉案协议的另外一位代理人。韩律师，我们能了解到，陈硕从共管账户中转走560万，把其中20%付给了你，为什么后来你又把该笔款项返还给了明山集团？因为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。协议确实约定了我们可以代收执行或者过付的债权款项，但是没有约定可以自行支取分配。陈律师给我分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件事儿有风险，所以主动的把这笔钱退了回去。中间我还劝陈律师退款，实在不行找明山协商一下，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，但是陈律师不同意。要我说，陈律师就是太年轻，经历的事情太少。审判长，韩律师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，陈硕明知违法违约，并在另一个代理人的劝阻下，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去提取和分配属于闽山集团的巨额款项，主观恶意极大，明显符合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。韩律师，被告人陈硕是如何从共管账户中提取、分配、过付款项的？这个过程，你是否知情？一开始是不清楚的，后来拿到钱以后，我还纳闷儿，不是说共管账户吗？对方又明显的不愿意付钱，所以这笔钱是怎么支取到的呢？我问过以后我才知道的。要说明山确实面临着困难，我理解。代理费想少付一点也不是不能商量。韩律师，请对你的法庭发言负责。自诉人明山集团从未有恶意违约的故意，我们也积极和被告人进行沟通，力求达成一致。审判长，我要回应一下自诉人。首先，我们并没有否认被告人陈硕在共管账户中的操作存在着瑕疵，但这一切正如证人韩律师所述，是在自诉人明山集团公然违约在先的前提下，我方当事人陈硕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。何况双方并未就律师费金额的结算事宜达成新的一致。按照合同约定，陈硕律师在共管账户中提取的560万元远未达到约定支付金额。
结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，该560万元不能笼统地认定为名山集团的款项。审判长，我们这里恰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，这一段的录音的当事人正是自诉人法人代表孙明山先生。这一段录音可以证明，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采取私力救济，就款项留置的前提是因为对方违约在先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依约支付律师费用。反对，对方这是证据突袭。对方代理人，您刚刚申请了韩律师出庭作证，难道就不算是证据突袭吗？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先行留置涉案款项呢？答案就在这段录音里面。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，请审判长许可。同意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，它不曾提起。雨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轻语之间，它来去不渝。我习以为常的宁静，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。那一片借来的柔软的云朵，挣脱着风和雨、晴和阴的诉说，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，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。那一片爱情的口中的云朵，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，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，在我们的天空